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波洛浩。今天呢不是介绍二手车，今天是要体验一下这个奔达的金吉拉300。以前拍过一个介绍金吉拉的一个视频，但是当时并没有体验过这辆车的一些感受吧。下面呢，今天呢我就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就先来看一下这个外观吧。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奔达金吉拉的外观呢，其实说实话，这个奔达金吉拉的外观呢，可以说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太子车。整个设计呢也是比较紧凑，也是非常精干。然后它的一个发动机呢是一个微型双缸的发动机。然后这辆车呢，它是加装了一个边包，然后和靠背。看一下它这个仪表，它仪表是在这个部分，一个圆的小圆仪表，单色的一个仪表。这种复显的仪表的好处呢，就是它在强光下面显示的效果呢也是不错的。说实话，这辆奔达金吉拉在目前呢，它这个基本上很多人见过的这辆车呢，都说它这个外观呢是比较漂亮的。它一个大灯呢是一个圆灯，在这个部分呢是有奔达的设计的。它这个车辆是皮带传动的，这个成本就更高一点。好了，话不多说呢，今天我们就试骑一下这个奔达金吉拉，感受一下这个车呢这个骑行感受吧。我们先发动着听一下这个声音。现在大家先听一下这个声音，这个双缸水冷的这个微型双缸水冷的发动机。这个发动机还是非常给劲的，这个劲道真的是挺足的，声音也非常的好听，有这个微型双缸独有的这种声音。下面我就试驾一下这辆奔达金吉拉300，因为只是试驾，所以我呢就简单谈一下我对这辆车的主观骑行感受。首先来看一看这个车的骑行三角吧。金吉拉属于巡航车型，对于身高在1.5米以上的驾驭呢，基本是都没有问题的。我的身高是1.80米，骑上来之后呢是没有感觉到很局促，上半身呢是也算是比较直立，脚踏部分靠前，坐姿呢我个人感觉是没有我自己的铃木悦酷舒服的。不过这个坐垫呢还是挺宽大厚实的，总体来说还可以。再来说一说我最喜欢的一部分，就是这辆车的发动机的声音。视频中的原声呢大家也可以听得到。金吉拉是微型双缸的发动机，它呢是有着微缸独有的声音特点，而且并不是特别大，非常的迷人。在动力方面的话，金吉拉属于那种低扭很强、提速非常快的类型，在行驶中呢也是可以感受到很顺滑，可能是和皮带传动有一定的关系吧。在城市中穿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不足之处呢是这辆车的后座实在是太小了，带人的话就不太舒服了。以上呢就是我个人对于奔达金吉拉300的主观感受，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评论。刚才呢是体验了一把这个奔达金吉拉300，可以说这个奔达金吉拉300最迷人的地方，可以说是最打动我的地方，就是它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声音状态吧。它可以说呢就是有这种微缸独特的这种类似于马蹄声的这种感觉，但是又不是那种很炸街的感觉，就是听着很给力吧。就这个声音方面呢，真的是非常好听，非常吸引我。然后呢，就是它这个动力方面呢，虽然说300的排量并不算特别大的排量吧，但是这辆车的它的这个对于这个扭矩的调教，就是低扭状态的这个动力非常足，基本上是在这个提速给油就有这个速度，这个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就好像是这个推背感吧，非常强劲，就是这种比较突然吧，
低扭强劲的一台发动机。然后不足的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反光镜吧，就跟摆设一样，就是为了好看吧。我是比较在乎这种实用的人，就是它这个反光镜嘛，就是显示的区域实在是太小了。然后还是那次说的这个设计，就是这个位置吧。哇，虽然说看这是一个排气筒的位置，即使我坐在上面，就是这个有可能腿会不小心碰到这个位置。即使它现在是装着这个防烫的一个板，塑料的一个板，但是它依然还是比较烫的。我骑行就骑了很短的一个距离，简单试驾一下，依然能够感觉到这里的温度还是比较热的。如果说长时间骑行的话，可能一不小心的话就会烫伤这个腿。所以说骑这辆车呢，首先是要做好这个防烫的这个措施，一定要做好。真的这个位置设计的确实很危险，很尴尬。好了，最后总结一下，这辆奔达金吉拉300呢，就是可以说在城市中骑行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。它这个低扭强劲，而且声音非常迷人，刚刚好不炸街，而且能够感受到类似于马蹄声的这个微型双缸的一个动力感受吧。整体来说还不错吧。因为我试驾的这辆车呢，也是一个挺新的一个新车吧。至于它这个时间长会怎么样呢？我是未知的。那么我们这一期试驾的车的内容呢，就先到这里吧。记得关注菠萝号，生活更美好。